蛇在冬眠时毫无战斗能力，只能人鼠宰割，这究竟是不是真的？在很多人看来，蛇类都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冷血生物，并且它们平时主要以老鼠为食，可以算是一种战斗力极强的生物。但是在我国很多地区都流传着一种说法，叫做蛇吃鼠半年，鼠吃蛇半年，意思是蛇类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内也有可能成为老鼠的盘中餐。这听起来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，究竟是不是真的呢？我们都知道，蛇在冬天的时候是需要进行一段时间冬眠的，一旦它们进入了冬眠的状态，那么就不会再移动，直到冬眠结束。在这段时间内，蛇类可以说是毫无战斗力，任何动物都有可能将其杀死。而老鼠在冬天的时候依旧会正常觅食，并且它们属于杂食动物，进食范围非常广泛，所以当老鼠遇到冬眠的蛇时，也有可能将其吃掉。这样看来，网络上的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冬眠的蛇面对老鼠时，真的就毫无还手之力吗？由于蛇类进入冬眠之后，它们的神经就已经被麻痹了，所以平时十分警惕的它们，在这时根本感觉不到危险的靠近，甚至不知道老鼠正在啃食它们的身体。就算是在中途醒了过来，也很难击退老鼠成功活下去。所以这样看来，冬眠的蛇确实比较脆弱。不过我们在野外遇到正在冬眠的蛇，还是尽量不要去招惹它们。一旦蛇感受到外界的变化而醒来，那么就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威胁。所以无论是哪种状态下的蛇，我们还是尽量远离它们比较安全。既然蛇在冬眠的时候会遇到很多不可预估的危险，那么它们为何还要保持着冬眠的习性呢？其实蛇类在冬眠时，不仅会面对其他生物的偷袭，还面临着随时被冻死的可能性。如果冬天的温度过于低的话，很多蛇都会在冬眠的过程中死去。所以它们为了能够让自己处在安全的环境之下，通常都会选择抱团取暖，并且找到一个防风的山洞作为它们冬眠的场所。既然它们在冬眠的时候会面临如此多的危险，那么为什么还坚持保留这项习惯呢？实际上，蛇类虽然属于变温动物，但是它们的皮肤却无法起到保暖的作用，并且它们体内的酶也会受到温度的影响。一旦气温高于25摄氏度，那么蛇体内的酶活性就会被大大提高，蛇类的活动也就会变得更加频繁。而气温低于15摄氏度时，蛇类的行为活动也会受到影响，因此它们就会开始做进入冬眠前的准备活动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如果我们强行阻止蛇类冬眠，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由于受到体内酶活性的影响，蛇类的身体机能会严重下降，不仅行动速度会变得十分缓慢，而且进食频率也会降低。这样一来，如果蛇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，又不能让自己处在恒温的环境中，那么它们的生命安全就会受到影响，不仅随时都有可能被冻死，而且在面对天敌的时候，更是毫无反抗能力。不过凡事都有例外，如果蛇类生存在热带地区，那里的气温常年保持在15摄氏度以上，那么它们是不用进行冬眠的。既然蛇在冬眠时感知能力会大大降低，那么它们是否有可能提前醒来呢？有很多人认为，蛇在冬眠时神经处于麻痹状态，那么它们在结束冬眠以前是不会提前醒来的。然而事情却与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。虽然冬眠的蛇感知不到危险靠近，但是对于自然界中的变化还是能够及时做出反应的。例如在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时候，即使是冬眠的蛇也会及时醒来，逃离原本的冬眠场所。但是蛇出洞不一定是发生自然灾害的前兆，如果地表的温度过高，或是冬天比较温暖，那么它们也是会提前结束冬眠状态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也能够通过一些特殊的行为强行将蛇唤醒。不过要知道的是，这种状态下的蛇攻击性非常强，我们稍不注意就会被咬伤，因此即便是遇到冬眠的蛇，最好也离它们远一些。总的来说，蛇的冬眠时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们也会根据气温的变化在适合的情况下结束冬眠。并且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在一些特殊的地区，蛇类由于难以忍受夏季的高温，所以会选择进行夏眠，也就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进入休眠模式。这样看来，蛇类为了让自己更能够适应自然规律，它们的行为习惯也是在不断变化的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曲普文新征稿了。